小浣熊生孩子至今有1个星期了，我真的很想看看他的孩子们长得怎么样了。可是他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我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就连这侧边也被他用椰棕丝完全遮住了，根本无法偷窥到里面的情况。算了，海盗前2天也生宝宝了，咱们去瞧瞧。带盖的小木屋就是方便，随时随地想看就看。在他起身的一瞬间，我成功的看到了他肚子下面的小鼠崽子，他们才出生3天，所以还是红彤彤的，稀疏的长了一点绒毛，还没有显色。看完海盗的宝宝，我心满意足的合上了盖子。咱们再去看看小雨点。最近1个星期都没见小雨点上来，我怀疑他应该是在地洞里生宝宝了。看看地面的洞口都被他堵得严严实实，他这异常的举动让我更加坚信他应该是生了。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小老公，一个人老老实实的住在顶楼的小木屋里，我们把他拿下来看看。哟，他在里面睡得可真香啊，让我把他叫醒看看。没想到他反应这么激烈，估计是小雨点修理他了，所以胆子特别小，草木皆兵。行吧，那我们把它放回去，看看小雨点在地洞里过得怎么样。之前还是这样的，现在已经全部被泥土堵上了。要想看到小雨点，只能扒开泥土了。经过一顿扒拉，我终于看到泥土下的透明盖板了。可是洞里太黑，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于是我又继续把盖板上的泥土铲开，透明盖板太模糊，想看清里面的情况，还是把它撬开吧。通过盖板，我们能看到小雨点，但是看不到它生没生宝宝。为了方便拿出盖板，得先把这块枯木拿开，然后把盖板上的泥土完全清理干净。就在这时，小公主想趁机跑进小雨点的地洞，幸亏被我及时拦住，然后把她赶回楼上去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掀开盖板了。里面居然没有鼠宝宝，这让我很意外啊！他的2个孩子都已经生了，他居然还没生，看来是这小伙子不给力呀！把小雨点抓上来，看看到底怀上没有。这手感非常的敦实，他难道只是单纯的胖吗？这一时间我也很难判断他到底怀上没。摸摸肚子，好像也不鼓。我们再去检查一下他的地洞，从这边往里走，还有个很深的洞，他会不会把孩子藏在这里面？从那边的洞出来，这边又发现一个很深的洞穴，他也可能把孩子藏在这里面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把他家给完全拆了，可我又很想知道他到底生了没。一时间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趁着小雨点在楼上吃东西的空隙，我打算拿个灯好好看看洞里有没有小鼠崽。就在这时，爱捣乱的小公主又来了，我正打算把她抓走时，她跳了下来，直接钻进了洞里。这下不好了，万一里面有小鼠子，可就遭殃了。正当我担心时，小公主自己又出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在小雨点的窝里拼命装吃的。就在这时，正好赶上小雨点从外面满载而归，发现了家里有个小偷正在搬运自己的劳动果实，于是他二话不说，冲下来就是一顿猛揍，直接从外面盖到了里面。经过了一顿暴力输出，小雨点自信的以为小伙经过修理应该会改过自新，他开始把夹囊里的食物卸下来。没想到他在卸货时，小伙却继续偷他囤的食物。他见小伙如此的不识相，于是跳起身，对着小伙两腿之间快速猛蹬。小伙一时间被蹬得蒙圈了，他远在了洞里，让小雨点的进攻扑了个空，气得小雨点在洞里咔嚓猛揍。经过一顿暴力输出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。看情况，洞里应该没有生小鼠崽。为了方便观察里面的情况，我打算把原来的观察窗口清理干净，再给它窝里加些垫料。现在大家终于知道小公主不敢住在地洞里的真正原因了吧？行吧，那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